这是游戏里的弓，这是现实中的弓，而这是哥伦比亚美女射手瓦伦蒂娜射进了心里的弓。从茹毛饮血的远古猎场到万众瞩目的奥运赛场，弓箭在人类历史中始终占据着一席之地。而如今，它在现代战场下是否还有实用价值呢？大家好，我是咕咕米老板，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现代战争中弓的作用。在现代战争中冷兵器早已不是军队的主流武器了。一个拿刀的武装人员绝对不会傻乎乎的跑去和拿枪的哥们儿正面硬刚。不过有一件老古董却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精英部队手中返璞归真，它就是复合弓。那么复合弓为何会出现在现代战争中呢？复合弓的核心价值在于热兵器无法比拟的极致安静与低特征性。它发射时不像枪械，没有枪口焰，没有弹壳，也没有清晰的枪击噪音，这让它在近距离渗透、定点清除等任务中最大限度降低声光热的暴露。因此它的战术角色极为特殊和苛刻，例如在油库、弹药库等易燃易爆环境中，它无火花的特性使其成为唯一安全的选择。除了作为抛绳工具辅助爆炸物处理或建立攀爬通道，它还能够通过更换不同的箭头，在致命的穿甲猎杀与非致命的抓捕控制之间灵活切换，以适应更多样的任务需求和交战规则。可以说，复合弓是一种融合了现代科技的特种工具，精准填补了热兵器在特定场景下的功能空白，成为特种部队手中不可或缺的利器。那么要理解它的实战价值这里有个坊间流传的典型案例。在阿富汗战争这样的环境中，像美国海豹突击队这样的特种部队在夜间执行突袭任务时，经常要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狗。在寂静的村庄里，这些小家伙们的嘤嘤狂吠足以让整个行动功亏一篑。而此时，就算用消音器和亚音速弹，想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到几乎无声，也不太可能。因此，为了在行动前静默扫清障碍使用复合弓就成为了一种极为有效的战术选择。不过，虽然这玩意儿有效，拿在手上也很帅，但它在拥有独特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巨大局限性，这让它不能够像步枪一样成为制式装备。首先，它的训练成本极高，培养一名弓箭手需要数年的时间，远超枪械的学习难度。其次，射速是硬伤，在瞬息万变的战斗中每分钟几发的射速完全无法与自动武器抗衡。再一个，由于拉距、拉力等参数非常吃个人数据，导致它无法标准化生产和快速补充。同时，在狭窄的空间内行动也不便，一旦损坏在野外，几乎无法修复。所以在绝大多数场景下，消音器还是更香一些。当然，复合弓能在现代战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因为它的构造。严格意义上来说，它的历史并不长，算是现代工程学的产物。需要说明的是，复合弓也分为古代复合弓和现代复合弓。古代复合弓通过将木、角、金等多种材料层压而成，追求的是在有限的尺寸内获得更大的弹力。而我们今天说的带滑轮的现代复合弓，它的诞生就纯属是个意外了。这事要从1966年一名叫霍利斯·威尔伯·埃伦的美国老哥说起。这位老哥是个弓猎爱好者，但技术可能不太行。每次他一拉弓，弦一响，鹿就蹦蹦跳跳的跑没影儿，空余此军待在原处，简称空军。所以搞得埃伦老哥就很郁闷，心想非得整一个射得比鹿反应还快的弓。于是他脑洞大开，叮叮当当的把自家弓给锯了，装上了几个滑轮。这把初代复合弓就这么华丽丽的诞生了。艾伦老哥靠这把弓疯狂打猎，兴奋地将他的战利品挂在车后面，在城里转了一圈又一圈。于是他拿了这个发明创造兴冲冲地去找各大厂商推销，结果人家都觉得他是来搞笑的，纷纷把他请了出去。直到一个叫汤姆·詹尼斯的制弓师慧眼识珠，觉得这玩意儿有搞头，才最终开启了复合弓的商业化浪潮。至于他在战场上的运用，那更像是特种部队的即兴发挥。不过说到底这玩意儿终究还是个精致小众玩具，成不了军队的制式装备。但即便如此，毕竟它是现代工程学的产物，其射程和威力也不是传统弓箭能比的。如果拿它和它的老祖宗那些传统的长弓、反曲弓相比，那简直就是不同维度的武器了。得益于独特的滑轮系统，复合弓的能量效率是传统弓的2倍还多。这意味着同样是拉开一个70磅的弓，复合弓射出的箭速度更快，力量更猛，穿透力也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举个例子，古代最强的战弓或许能在特定的距离上射穿铁甲，但这可能就是极限了。
而一把现代复合弓换上专门的箭头，可以轻而易举地射穿一头成年野猪。这种恐怖的战斗力啊，才是它真正的威力所在。而在射程方面，它的表现就更夸张了。根据世界纪录，美国一名叫凯文·斯特罗瑟的射手曾用复合弓射出过1207米的恐怖距离，差不多是12个足球场那么长。不过这纯属是天女散花了，没有任何实战意义。真正决定它价值的是有效射程，也就是能精准命中并确保杀伤力的距离。对于绝大多数高手而言，这个距离通常在60米以内，再远箭矢的下坠和风偏就会变得难以控制了。那咱们说回游戏啊，复合弓更是常客了。根据游戏题材的不同，它的功能也大相径庭。在现代军事题材的游戏里，它通常是强调战术性的特种装备，比如《战地4》里隐藏解锁的幻影弓，在《使命召唤：黑色行动3》里专家侍从使用的高爆麻雀复合弓，以及在三角洲行动最新的 S5 赛季中推出的特殊武器复合弓。但要说最经典的还是莫过于《孤岛危机3》里那把捕食者之弓了。配合纳米符的隐身攻击和电击、爆炸等高科技箭头啊，真正让玩家体验了一把当猎手的快感。可以说，复合弓是潜行猎杀型玩家最钟爱的武器了。那么在游戏中，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多功能的箭头，有的可以扫描区域敌人，有的会爆炸，甚至有的可以产生 AOE 的电击伤害效果。这一带功能的箭头在现实中也有吗？那我给出的结论是纯属幻想，基本没有，有也没有。那有的小伙伴会说，胡说，我就看到有人在靶场试射了爆炸箭头，古代不也有毒箭吗？别急，咱们今天就来当一回留言终结者。首先说爆炸箭头啊，没错，你确实可以把一个大号的2踢脚绑在箭上射出去，网上不少大神玩的就是这个。但想把它变成军用武器的话，那可就想多了。箭矢是一个精密的飞行器，你给它头上绑个疙瘩，它的飞行姿态就全变了，准头约等于随缘，搞不好瞄准头部却只能扎到膝盖。而且它能带的炸药量可能还没你过年放的鞭炮威力大，能指望它炸点啥呢？还不如用榴弹发射器来的实在。所以这玩意儿啊，实属整个活而已。再说毒物箭头，这里得区分一下，古代的箭头上抹毒啊，那是接触式投毒，得扎进肉里才算数。但游戏里那种噗一下炸开的毒物啊，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想要让毒气有效扩散，你需要一个复杂的装置，而这个装置的重量和体积，与其说叫射出去，不如说叫投出去。所以啊，想用弓箭搞出范围伤害，基本也是不可能。至于那些更科幻的，什么扫描箭呐、电磁脉冲箭呐，那更属于想象力范畴了。所以总的来说，游戏里的功能箭头啊，是为了让你玩爽。现实中唯一靠谱的功能箭头，可能也就是发射个绳索，让你当一回人猿泰山了。其他的大家看个乐子就行。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其实弓箭是个很有意思且底蕴深厚、充满魅力的话题。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咱们以后可以单独开一期聊聊。那么屏幕前的你喜欢什么弓呢？是传统的长弓、反曲弓，还是充满现代机械感的复合弓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如果觉得这期有意思，请帮我关注、点赞、转发一波。我是谷歌米老板，我们下期再见。